那有8位朋友们问说，可不可以谈谈对 Metaverse 元宇宙的看法，以及政府是不是有相关政策来跟进呢？是，就像刚才讲的，我们对于基础的宽频作为人权，我们对于在元宇宙里面创作的素材，就是刚刚讲到那些模型、资料库、点云等等，它后面的技术、它的算力，在国网中心怎么样确保就是每个人可以同时兼顾资安跟隐私，然后是在我们这样及时沟通的时候，是不需要去把资料的控制权让渡给某个第三方，而是每个人在自己信得过的运算的地方可以去进行运算，所谓的 Web 3.0等等。那这些都有相当多的政策去支援，也就是说，对我来讲，元宇宙如果只是单一的这个一元宇宙那就是变成每个人都进入祖克堡的宇宙这个简称没有，不要简称所以就是如果大家都进入那个 Meta 的宇宙的话，那我们如果它的安排。就是社会的安排，完全是由单一的价值所决定。那我们又回到说，那我们只是注意力被广告吸引，被冲动购买吸引，被愤怒所吸引等等。那它最后就不是 align to us， 不是为了我们最佳的利益而行动，它就是为了有点像是你踏入这个某个就是夜生活娱乐城拉斯维加斯什么那大概是为了就是庄家的这个现实所安排。那但其实我们在实体世界里面去赌城的时间没有那么多了，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我们在自己的社区里面跟社区的朋友讨论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子让社区的环境变得更好，让我们跟我们的一起上学的同学跟我们的老师等等，如果有看不顺眼的地方，也是大家一起经过讨论之后，然后去重塑那一个现实那所以在多元宇宙所谓的 Multiverse 里面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不是大家都进入同一个世界，让那边的社会常规好像占领全世界，而是每一个世界有不同的社会常规的时候，可以因地制宜，用相同的这些建筑材料，就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架一个网站一样，然后呢，透过这样子分散式的方式，去让在地的人觉得重要的事情。刚刚讲到这些文化的传承这些传统的艺术文史工作等等，进入这样子一个多元宇宙的世界里面。所以我想我们的政策还是相同的，就是确保大家都可以有数位的素养。那在这些不管是所需要的频宽，或者是刚刚讲到的这些模型等等、建模、算力等等，我们都尽量让大家的创新尽量没有后顾之忧，尽量没有任何就是创新的阻碍。但是我们不会说我们就是绑定任何特定国际的厂商的系统，然后好像大家非得进去那边不可事实上，每个人自己看不顺眼任何一个部分，应该都要可以自己去改像我们在政府推行用 LibreOffice 也相当久了。那我自己之前有新的字型，像几年前那个思源字型刚出来的时候，它在印表上面的支援它在简报模式上面的支援等等，那就是我用了也觉得不顺手，我就自己去改，然后就可以直接改我们实际使用的方式，变成比较适合我们的习惯，也不会宕机等等。那但是如果我们是绑定特定的厂商的系统的话，那我就要等他愿意改才能够改，因为那个原始码不在我的手上。所以开放原始码、开放资料、开放 API 等等开放式的创新，我觉得是确保元宇宙能够持续是多元的宇宙，而不是更加变成单一的一元的宇宙的最主要的部分。那这部分我们会继续用我们的不管前瞻基础建设还是科技跟工建预算，来确保大家可以继续使用开放的方式来构建多元的宇宙。那有10位朋友们问说，对于元宇宙 Metaverse 有什么样子的看法？我刚刚大概已经有分享关于共享现实的部分。那另外我也还想要分享是说，其实我们在网际网络上面，透过现在很多2维的这种互动，我们其实已经蛮习惯说，我们说见面3分情，但视讯现在大概也有个2分情事实上不用戴口罩，所以说不定也接近3分情。那但是呢，我们在 Metaverse 里面，就是透过virtual reality、augmented reality 的这个方式，我觉得有机会去让大家亲近的那种感觉，共同在场的那个感觉，变得比实际面对面还要容易，或者是甚至比实际面对面还要踏实，还要确实。
的这个感觉。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每一个人在，好比像说，如果今天是实体的一场演讲，那个演讲厅的麦克风、收音设备等等的设计，你坐在不同的地方的朋友，就会有不同的声音的品质。那当然，看清楚的程度也不一样。但是呢，因为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我们不需要受到物理世界里面人跟人之间不能重叠的这种影响，所以也很容易说，那我们100个人，我们就分成20个breakout group， 那每一个大概4、5个人。然后我就在那4、5个人当中，等于都好像是小组讨论的这种感觉。那你的举手发问啊，或者是你想要提什么问题啊，那就同样透过 Slido 的方式，让我一次看到，然后可以一次跟大家互动。那像这样子的做法，在实体世界几乎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所以我会鼓励大家，未来在往共享现实想的时候，不要只受到我们本来在物理空间里面可以安排的所谓的 scarcity， 就是比较稀缺性质的，这个第一排摇滚区的门票卖比较贵的那种经济模式的影响，更要去想的是怎么样充分的客制化，让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偏好用看的、用听的、用文字、用互动、用各种不同的多元的学习的方法，都可以透过自动的转译，让整个世界是配合着它，而不是一定要它来配合这个世界。通用设计，我觉得在元宇宙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那真正这样子才能够达到所谓数位包容、涵容啊、共融 （inclusion） 的这样子一个愿景哦。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那有26位朋友们问说，请问政委对于元宇宙有什么看法啊？这个显然要取代区块链成为新一代的潮词。那我对元宇宙的看法就是，对我来讲，它是在讲所谓的 share reality， 就是共享的现实嘛。那共享的现实，它可以是就是好比像说，我们现在周围上面有很多空的，但我如果现在戴有所谓元宇宙功能的眼镜的话，那理论上我可以开启所谓的阴阳眼什么的。那这样子的话，只要在线上看直播的人，他有设定他的 avatar， 那他就突然之间都跑到座位上面。那但是呢，就算他转台，就算他离开什么，但是我们这个机会还是在嘛，这些椅子并没有消失嘛。那所以他又 tune in。那的时候，我们就还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所以这是所谓的 persistence， 就是所谓的现实，就是你头转开之后，它还在的东西就是现实。那所以其实 metaverse 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就是说有一个 reality， 但这个 reality 它可以让时间上或空间上不在同样的地方的人也可以很容易的共享，其实就是这样而已。那我自己的在处理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会比较想说，那我们一般讲 virtual reality， 其实并不特别注重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设定空间，像你自己加一个网站并不困难，Minecraft 你自己在自己机器下加一份也非常的容易。那有非常多的就是线上的社群都是你可以自己设定它的游戏规则的，但是在脸书的情况就不是如此啊，就是你在脸书上面 po 了一篇文章，那脸书就宕机了，然后就没有了，对不对？你自己的手机里也没有一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它在设计上它是一个就是我们叫 wall garden 或者 isolating experience， 就是你一 po 进去之后，那它的控制权基本上就不在你手上，而是在那个空间手上，所以它用什么方式把这样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呈现出来，那都是它的自由，但是并不是你的自由。所以这样子的所谓的元宇宙，对我来讲可能就是让这个逻辑越来越单一，控制权越来越单一了，可能可以叫做单元宇宙。那但是我比较想要分享的都是所谓的 multiverse， 就是多元宇宙，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安排，而且安排之后，你可以很容易的透过网际网络把就是也觉得你这样子安排比较好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找进来。那等于每个人都有空间的设定权跟创制权了。那我觉得这样子一种比较民主化的，就是每个人都有实质参与的能力的这种科技，我觉得才是比较值得国家花力气去发展的这些科技。那所以未来在如果就是不会响应潮词这个提元宇宙的
这个预算案上来的时候，我大概都会问说，那你这个有没有实践民主的原则？是不是每个人如果看不顺眼的话，都可以分叉变成他自己的一个世界，还是说一定是变成集权化的你说了算的世界？那如果是后者就集权了的话，那我觉得就不是很适合用国家的经费来发展。但是如果是前者，就是大家都可以比较开放的自己去改规则的话，那我觉得那样子才有发展的意义呢。有社会朋友们问说，请问您认为元宇宙要普及化会有多久对我来讲，其实元宇宙就是所谓的 shared reality，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边互动的这个感受。如果是人不在这边的朋友，好比方说这边有个空的椅子，那我们怎么样子去确保说他可以好像身临其境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就跟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对我来讲，共享现实每一个空间，好比方说社创中心要怎么安排大家要进入这个共享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到最后就是只有少数的几家，好比像说 Zuckerberg 等等，可以来安排这个空间的逻辑的话，那对我来讲，这个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宇宙，不是一个pluriverse， 不是一个 multiverse 它可能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单一的 universe 而已。那我会觉得说，在台湾，我觉得蛮高兴的，就是大家看到就是这样子的 sharing reality 的时候，想到的并不是说好像大家都要进入同样的一个系统里面，相反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朋友都自己开始开发自己的这种 share reality 的一种就是情境等等，那包含像交通部观光局关于这个绕境关于这些，他们都用很多方法是实际走入那个地方，关心这个体验的朋友，按照怎么样充分来感受这个体验而安排而设计这个 share reality 共享现实的规则，而不是说好像就是非得挑一个既有的平台，然后是我们去配合他们的技术那所以这种就是开放、原始码、共创等等的这种精神，我想在台湾是已经非常普及的。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是去看到说有哪些场景、哪些应用比较适合带入这样子的一些技术来，好比像说到高山到海底这种实际上就很难去的这些地方，那我觉得实际在那一边去安排这样子的互动，我觉得这个是共享现实，我想大家会比较愿意做的地方，尤其是现在大家对于旅游的需求相当的多，那在某些特定的题目上面，它可能会普及的比较快，那但是我们并不是一下子就说它全部网络要取代马路，有的时候大家面对面这种实体的接触，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again 就是它是为了我们实体的这种互动，把它增幅，让不在这个地方或者是他时区跟我们不一样的朋友，都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参与感，但它并不是用来取代人与人的接触。我们看国外有些是取代人与人的接触，那是因为他们封城关在家里太久了，所以他们不得不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好像替代一下他们关在家里的现实。但是在台湾，我想我们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看，还是重点还是每个人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这种互动的方式，它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不是单元的。